总兵令我扩军3000，限你们6人半月内每哨招满300青壮入营。大人，怎么，秦百味有难处？这不公允。我本是镇抚哨官，还监管左哨，若按哨分配，半月要募600人，是他人的双倍。铁一，你英武善战，练兵出色，募兵自然也该比旁人更快。能者多劳，去吧。属下领命。秦大人，非小老不配合。去年税，今年兵，县衙早已抽尽，村中已无可用男丁。利益抽丁，但边关危急，烦请理政召集村民问问，可有自愿从军立功者？云州为巡防营募兵，发军饷，愿从军杀敌者速来排队。秦百户，您看这帮人一听打仗都怕了，您远道而来，我绝不能让您白跑一趟。去，给秦大人挑几个来。立刻敲锣，把全村男丁都叫到打鼓场，少一个我斩了你！你这老东西敢耍老子，人都藏哪儿去了？军爷明察，只剩这些了。就招到月这么点人，秦铁一，这就是你给我募的兵？属下无能，明日属下再去别的乡里试试。哼！核查新兵招募数名，督邮。属下在。这7日共募得新兵82人。回大人，71人，89人，63人，72人。33人，期限过半，半数未达，招来尽是老弱痴傻，这是杀敌还是送公？大人息怒，青壮年都躲了，我们只能硬抓。铁一守规矩不强逼，自然招不到人。千户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钱给足，不愁无人应征。愚蠢！新兵长饷，老兵难道也跟着涨？我们从那2个商号抄回来的物资里，可有红布？有。好几车布匹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去，扯3丈红布来，站在地上。你们几个，可有谁懂书画？回大人，属下略通笔墨。好，你来。弟兄们！我巡防营扼守云州咽喉，抵御天狼南下，你们浴血奋战，都是大宁英雄。你们舍命为国，何等光荣！一人从军，全家光荣。稍后营中发足银两，给你15日，衣锦还乡，探望双亲，招募远士。本将有言在先。15日期限必须归营，带回5人升伍长，10人士长，50人总旗，100人急升百户。这是前面领头的是咱们营的兵士吗？卑职左少徐长陆电率乡党121人归营复命。好，哈哈哈哈！去金刚甲，百炼刀。即日起，你暂代左少少官。明日我上报都督府为你请旨，正式册封为百户。周千户是真的给官啊！拿着银子回乡的800老兵，竟无一人当逃兵，全都带着人老老实实的回来了。新兵加原有800老兵，全营共4162人。传我将令，新兵分编各哨，明日全营操练，老兵带队，不得懈怠。在。你2人统筹全营，教习阵法，督练武艺。遵命。
新兵远多于老兵，良莠不齐，易生乱。营中出退缩闹事者，我不罚兵，只问百户。明白。周郎，兵虽招来，但粮草营舍开销巨大，仅建营修舍便耗银8000两，尚未完工。4000兵法月耗万两，无府库拨款，粮草仅够支撑半年。都督府饷银要拿，但乱世不能只靠官府。夫人，护士半月商税共多少？半月护士商税共计132两。自拟定新规，护士以大治，军事不扰，偷盗绝迹，集市整洁有序，一派兴旺。半月税，日均不足9两。看似热闹，实则皆是小商小贩。大葱车队、盐铁茶商，一个都没见着。掌柜的，换题符多少文？客官，60文一支，4支200文。我只换3支，150文，换不换？不行，单支按原价，少1文都不换。你家多少文？3支150文，立马就换。行，就换你家的。同货同价，你坏规矩，我去告你！我这蹄铁与你不同，本钱更低，我愿卖50文。胡说！都是宛马重蹄鞋，何来不同？虽是重蹄鞋，可我的轻半程用料少，怎么不能少收10文？胡扯！口说无凭，上称！怎么样？亲眼看见了吧？还有什么话说？慢着，我卖51文一支，客官多花3文，用我足料重蹄铁，马儿多跑30里，哪有你这么截胡的？找打是不是？吵什么吵？都给老子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护士是严禁私斗，我要命了！军爷，他坏了千户规矩，同时挽蹄铁，故意低价抢客。军爷，你称过他蹄铁更重，我料少价低有何错？怎么？滚！闭嘴，别吵了，一个一个说。你先说。行了，都别争了。同为宛马蹄田，一律60文。敢降价，便是坏大人规矩。军爷不妥，我们已谈好价，为何非要逼我们出60文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一律60文，嫌贵就别换。呵呵，好大的规矩！行，我们不换了，牵马走。这点磨损还能撑，去下个镇子再换。军爷，这般断案不公，断我们活路啊！让文盲丘逼定商事规矩，你们千户怕不是满脑子草料？哼！以军法管商事，实属庶子谋国，目猴而观。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！你们凭什么打我？敢骂我丘八，辱我千户，今天非教训这狂徒！是啊，这后生太狂妄了。千户大人立了规矩保咱们平安，他倒好，跑这来骂街，活该挨揍。对啊，是啊。酸秀才只会耍嘴皮子，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，在巡防营刀面前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周征，此人虽狂，所言却有理，要不让他们停下吧，别真把人打坏了。周启，你立规按民，现在却纵容兵士当街恃强凌弱而不管吗？你认得我？是，你在云州城带兵查抄伤后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小子，你这般造势，不就是想引我出面？说说吧。我本以为周千户是个敢尝王仗、对抗府衙的盖世枭雄，不料也是个有眼无珠之人。小子，你评书听多了，以为狂言直谏我便尊你为奇才，想踩我周启上位，得付出代价。你先解了眼前换蹄铁的局，解得漂亮，我再考虑要不要带你回营。这位客官，宛马服重前后受力不同，前蹄磨损大，用重蹄铁；后蹄轻，用轻半程蹄铁即可。不如两位师傅一人给您换2支，取个折中，50文一支收取，如何？我只需买3支。蹄爷轻重不均，短途无事，
长途必伤马腿，难以复原。备用蹄铁作价50文授予师傅，换均匀新蹄铁，既护马腿又不多花钱。那我岂不少赚一只？还要倒贴50文收个废铁？师傅莫急，你虽多费工时，但客官将拆下的4只旧蹄铁当作天毛一并赠予你。你把4只旧铁加收回的备用铁融化，足够再打2只新蹄铁，转手可卖120文。这笔买卖你可亏了。2位师傅合力换蹄时，你也能少耽误功夫。今日虽有些争执，但依我之计，诸位看可行否？这后生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这账算的也太精了吧！神了！好，就按小先生说的办。走吧，跟我回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周千户说笑了，我不过沽名钓誉之辈，怎配入你大营？告辞。愣着干什么？把小先生给我架回去。小先生，刚才多有得罪。放手！我丧礼宁死不从。周郎，桑姓本就罕见，两北道有这般心气底蕴的，唯有第一商贾世家桑家。桑家都经营些什么买卖？什么买卖都做，只要赚钱的，几乎全有桑家的份。这小子狂成这样，该不会就是桑家的哪位公子哥吧？丧礼别装了，这里没外人，就我婆娘和你，有话直说。周千户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跑到我地盘，不就是想来共图大业？何必故作姿态？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先来猜猜。你姓桑，精于商贾，必是两北道富可敌国的桑家之人。桑兄气度不凡，一身好骨，必是桑家公子。只是半个月前你在云州看我查抄商号，今日又来落马坡看修补匠争执。真正的桑家少主本该坐镇城中，掌控巨银流传，哪有闲心四处闲逛？桑兄空有一身惊天畏地的才华，却在家族中不受重用，被打发到这边缘之地闲逛。想必你是一位在桑家备受排挤的庶出公子。看来我猜对了，桑兄一眼赶破我护食要害，身怀大才却无处施展。你今日故意激我来到大营，不就是想寻一位明主，放手一搏，共图大业吗？既然进了门便是兄弟，我正愁如何让护士快速聚财。桑兄若有妙计，不妨直言。桑公子，请用茶。千户如此坦诚，在下便直言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莫怪。谁会跟财神爷置气？兄弟请讲。你这护士看似红火，实则犯了商贾大忌。第一，军阀管商，蠢钝至极，强令明码实价，看似公平，实则扼杀利差，无利可图，大商岂肯前来？那些大商队为了躲避云州官府的盘剥，确实取到你落马坡。你收着农户卖干饼的几个铜板税钱，却眼睁睁看着几万两银子的丝绸茶马从你眼皮底下溜走。你这里没有让他们落地交易的由头，充其量就是个收过路费的土匪窝。第三，兵卒断案，商贾心惊，让5人决断商事，人人自危，谁敢在此解车路付交易？第四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，你这里缺乏商部根基，大宗买卖不动现银。你落法坡连个能验票头、兑现银的钱庄票号都没有，也没有防走水的坚固大库房，更没有像样的质押好，大财进不来也存不住，你这护士的盘子永远也做不大。桑兄之眼界确实远在周启之上，大人新官上任便重定护士规矩，想必是看中此处地利。落马坡位居南北咽喉，原本只是商队为避云州盘路，借道歇息的荒坡。巡防营军士家眷为谋生，给商队烧水喂马，酸民随之聚集，才渐渐形成了如今的护士。你倒比我还清楚。那大人可知，这些满载货物的商队过境之后，最终是在何处完成大宗交易的？燕雍，没错，燕雍城百年雄城，北地之首，凭的正是汇聚天下商贾6字。大人以为一城之富，府库之盈，钱财从何而来？自然是税。天下官吏皆以税为聚宝盆，过境必拨一层，雁过拔毛，赫泽而语。在我看来，愚不可及。天下财富如江河奔流，商贾便是水中的游鱼。官府收重税，就是在河道上筑坝，坝越高，水流越艰涩，鱼群自然望而却避。真正高明的大商之道，在于4个字：砸坝挖池，把堤坝彻底砸烂，让全天下的游鱼毫无忌惮地涌进你的地盘。我若是大人，这落马坡的商贾交易税，一文不取，全免。全免？桑公子，你想得太轻了。我4000弟兄日日开销，不抽税，难道喝西北风？大人只盯着过路博税，终究只是个守关武夫。商贾逐利，若落马坡打出全境免税的旗号，不出3月，天下商队必蜂拥而至，商队云集，何愁无利？
远道需歇脚，便住你客栈；货物堆积，便租你仓库；买卖互疑，便靠你牙行公允。做大买卖的，从不携现银上路。大人只需再设钱庄票号，此地题。规矩住行是您定，银钱周转，每一环皆能赚得远超税赋10倍100倍的金山。好一个杂八挖齿！可燕雍城底蕴深厚，盘根错节，我怎么让那些大商刚心甘情愿挪窝，把身家性命压在我这荒郊野外？燕雍虽大，但规矩繁杂，文官贪墨，各方势力层层扒皮，商贾们每日如惊弓之鸟，早就不堪其扰。大人只需给天下商贾2样东西：其一，落马坡境内凡商贾往来交易，官不与文兴其变，价字高低，立自守门屏，不问市价高低。其二，但有持械劫掠者，不问缘由，立斩辕门，悬首示众。在这吃人的乱世里，还有什么比绝对安全、绝对暴力更能让商人疯狂的？大人，蓝图虽好，可想过后果？护市一成，必夺各州商脉，尽动门阀根基，断人财路，如杀父母。届时明枪暗箭，弹劾暗杀，切到天必接踵而至。大人，敢接吗？桑兄，你要兵给兵，要银给银，落马坡护市全权交给你，从此你便是我巡防营的财神爷。承蒙主公不弃，李必为主公铸就不夜之城，敛尽天下之财。传我将令，即日起，营内上下所有军士，皆听从丧例调遣，但有推诿怠慢者，斩！2位百户，从你们各自的哨中分别挑选100名军士，换上寻常百姓的衣服，立刻到校场集合。另外，烦请2位拿着这图纸，明日便开始动土，在护市东面的山坡下按图建造。遵命。列队，每人领2两碎银，即刻前往云州城及周边乡镇集市，把银子全花掉。生铁9文，熟铁16文1斤。天黑前按市价购足回营，压价省下的银子全归你们自己。听明白了没有？买够斤数的，明日接着领银子办着肥差；买不够数的，明日直接滚蛋换人。明白。哟，这不是五公子吗？您不在城南守着皮货档，跑到主号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我二叔在吗？在是在，只是二爷正在楼上合账，没空见你。让你上去了吗？没规矩的东西！一个下人生的庶出，上去也是讨骂的贱骨头。没规矩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二叔别急，我今日带来一桩好买卖。你若有经商首脑，皮货档也不会一团糟。皮货档太小，我不干了。猖狂！半月之内，云州铁价翻涨3倍。胡说！北地刚议和，无战事，怎会翻倍？确实议和了，但苍狼部急需买铁。休得胡言！就算苍狼私购铁器，自有黑商走私，绝不会搅动云州铁价。二叔消息不灵，半月前那些走私黑商已被落马坡巡防营彻底抄没。那些黑商近期必定收敛，断了恭敬。苍狼部一定会自己派人来云州扫货买铁。苍狼不傻，自然知道避风头。平日他们会等，如今绝不能等。苍狼王野心极大，急需铸铁造兵，数月内便要吞并火隼黑宗2部，族群生死大战，怎会为避风头而停备兵器？这等天狼的军事机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如何得知？二叔不必多问，话已带到，信否？你在云州静观便是。但我奉劝二叔一句，若是想在年底家族大考时拔得头筹，你现在最好立刻传信回燕雍，调集大批生铁送来云州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铁锤，你穷疯了！半月前这锅才500文，如今敢要900文，你这是进锅不成？爱买不买，今日就是900文，明日就算拿1两银子，也未必有货。还有王法吗？啊，铁都被抢光了，我们还怎么活呀？是啊，炼铁的焦煤也没了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都快点，把这些铁器都搬到仓库里去。速回商后，派快马回燕雍，将全部生铁即刻运往云州。快去！主公，散铁已收尽，人心已乱，该添把火了。主公亲往黑云寨，令弟兄们以备战为由，入城大肆购铁。哈哈哈哈！我算看明白了，刀子杀人还见血，你这算计杀人，连渣都不剩。千户大人，大当家的正在后山练刀呢。
嗯。好刀，好美，人比刀美。你这刀法又利落了不少，差点破我相。破相才好，省得你再招蜂引蝶。寨子里最近怎么样？招募了多少新兵137人，多是走投无路或慕名而来。曹猛已筛过，底子尚可。武器够吗？缺口大着呢。正好，有件事要你去办。你这是让我去当饵？是让你去添把火。你带着人大张旗鼓的进城买铁，让满云州的人都知道黑云寨也在抢铁。行吧，我这就去叫人。大当家，咱们只是买铁，带这么多兵器进城，守军怎会放行？你们千户吩咐要招摇过市，我只是照办。陆英，我们是黑云寨的，这是云州府给我们证明的公文。原来是黑云寨的义士，放行！掌柜的，买铁。客官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。客官来的不巧，小店这几日已经无铁可售了。您要不问问别家？哎，大当家，您看，大当家，这后生的手艺太地道了。小兄弟，你这戟结合处还没断透，我替你搭把手，保住这柄好兵力，如何？试试。来。最后一下。好手艺，兄弟，你这锻造的本事好是了得。敢问尊姓大名？莫云。姓莫，为镇北王铸剑的莫干大师是兄弟什么人？是我阿爷。大当家，我说这兄弟手艺这么邪乎，这是莫家铸剑一脉的传人啊。莫师傅，这戟可有主了？刚打成，无主。开个价，卖给我。不卖。为何？我这戟只卖英雄。姑娘就算是女中豪杰，但这戟重62斤，你使不动。我自然使不动，买戟是替人求的。何人？这云州城配得上这底的没几个。大街上不便细说，不如你带着兵器随我走一趟，亲自相看相看。若觉得他不配，我不强买；若觉得配得上你的手艺，价钱随你开。还有多少生铁料子？还有大几百斤。这些我全要了。我急需打造兵器，缺良将。我想请莫师傅随我回去接下这桩大买卖，可好？去哪儿？黑云寨。你是黑云寨的那位女当家？兄弟，跟我们走，天狼还会来犯，正好用你老莫家的兵刃收拾他们。行，先容我给这戟开个刃。千户，三公子，手下汇报，实铁35文，熟铁60文，而且一铁难求。桑兄，这把火烧得够旺的。主公，火候已差不多了，我这就去云州城走一趟，看看这锅沸水到底烫不烫手。刘师傅，我出70文一斤，你普里铁我全要了。哎呦，我的赵大管家，别说70文，100文我也没铁卖给您啊！你谁呀？大爷，
您家门环卖不卖？你穷疯了吧？跑这儿来拆大门？大爷息怒，市面熟铁60文，我出62文现收，再白送一对木门环。今早我连知府的铁门栓都收了。哼，也罢，你拆吧。嘿嘿。哎，方公子。喂，说你们呢？城中无铁，府衙打镣铐都无料，你们竟把好铁打成铁盆施舍乞丐，简直暴审天物！这些铁，衙门全征用了。差爷，您说笑了。这铁在官差眼中无用，却是百姓活命的希望。差爷收铁铸枷锁，我们用铁救生灵，道不同，恕难从命。好，你们等着，别落我手里。公子衣着华贵，应不是来讨粥的。若只是路过，还请让一让，别挡了苦命人前路。这位善人，在下只是好奇，这施粥行善，历来用木碗瓷盆皆可，你为何偏要用这昂贵的生铁多木？公子有所不知，这铁钵一人只领一次，手持此钵，无论去往何处，只要遇上我众生相的人，必会出手相助。这不是饭碗，是佛祖度化苦命人的度牒。众生相。天无眼，神无量，唯有我佛不关苦相。碎金衣，散余粮，泥垢中方是众生相。有意思，这云州城的水比我想的还要浑。公子，您回来了，内外都已收拾妥当，随时可开张。不错，去查一遍后院库房门锁，明日有好戏。二位百户，明日命手下出城，散入云州城和附近的乡镇集市。遵命。就说落马坡护士新开了家云起阁大商后，运来大批上好生熟铁锭。云起阁的铁降价2成，只售百姓不卖大户，限量发售，先到先得。诸位乡亲，云起阁今日开张，我家公子说了，近日云州城铁价奇高，一铁难求，为解城中铁可用之困，云起阁今日平价售铁，比城里市价低2成。先别高兴，有规矩，铁不做大宗，限量。怎么个限量？我们大老远跑来，你限量我们怎么干活？铁铺每日30斤，百姓每人10斤。好，这才是为百姓着想啊！我家公子有令，只供当日用料，严禁囤积倒卖，违者必遭严惩。好，诸位买了铁的也别急着走，云起阁另有上好南货，价钱比城内低1成半，诸位随便看。周千户，好兴致啊！秦大人，您到来怎不提前知会，标下好备下好酒好肉？小子，你这千户排场都快赶上我这指挥使了，傍上苏大帅就暗自招兵买马，兵力都快逾制了吧？大人明鉴，标下无论带多少兵，永远是大人带出来的兵。标下这都是为了防备天狼人秋季犯边。你还跟我装？护士那云起阁海量生铁限量卖，你当我瞎？别的我不管，卫所武库铁批已空，各营急要铁修将备。你立刻给我弄批铁来！大人，他们缺铁，让他们去城里买嘛。您不能总盯着标下这1亩3分地薅啊。你当各营都跟你巡防营一样富裕，少啰嗦，痛快说，有铁没有？铁倒是有一些，不知大人要多少？2000斤够各营半月用度就行，剩下的让他们自己想辙。好，2000斤，标下绝无二话。今日入夜前就派人送去卫署。老子是不是说少了？你小子答应的这么溜，给我加到5000斤。大人，可不能临时加码呀。这2000斤已是标下极限，余下的铁另有大用。您先随我来，咱们喝2杯慢慢说。总兵大人，骁骑卫精铁已空，战马无蹄铁，长枪缺枪头，市面上一铁难求，价还翻了3、4倍。吕大人，你们神所卫管后勤，不能再按旧价拨银了。我骁骑卫不要银子，只要铁。季大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神所卫战船都停休3日了，哪儿还有铁给你？秦大人，落马坡护士新开的云起阁正大张旗鼓卖铁，怕是你手下周琦搞的鬼吧？错不了，就是这小子捣的鬼。一听这名就知道是谁的手笔，这小子花花肠子最多。总兵大人，您快管管，不能由着他为了敛财拿军备大事胡来。秦山，大帅，标下昨日去过巡防营，周琦把护士打理的还算规准。至于全城铁荒是不是他搞的鬼，标下实在不知。去，派人把周琦叫来。标下周琦参见总兵大人，参见诸位大人。周琦，这几日云州城生铁绝迹，铁铺关门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回总兵大人，
是标下干的。果然是你这狗崽子！你意欲何为？回大帅，此时不便说。诸位莫急，标下正筹划关乎云州存亡的大事，此刻若声张，恐走漏风声。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当中有细作不成？大帅，再纵容他，日后就目无尊上了。各营不就是缺铁修缮军备吗？无论各位大人需要多少精铁，我巡防营一力承担，分文不取，全数奉上。好大的口气！你拿什么保证？若是做不到，耽误了各营军备，你当如何？总兵大人，标下愿立军令状，7日，只求大帅宽限7日。7日后，若标下拿不出供云州各卫所一月用耗的精铁，周起这颗头，大帅随时砍去。好，倒要看看7日后你这颗脑袋还长不长在脖子上。疼！周启，你给我站住！疼！大小姐，姑奶奶，轻点，耳朵要掉了。周启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少跟我装傻！伤好了就在落马坡当你的土皇帝，这么久不来都督府，来了就想溜。刚才要不是本小姐眼尖，你就跑没影了。我这不是军务繁忙吗？忙着让全城老百姓买不到铁。我都听说了，你那个护城里搞出个什么云起阁，一天之内闹得满城风雨，连我爹昨天吃饭的时候都在拍桌子。这都是为了公家大事。你就知道你的正事。他这副样子，我怎么能不心疼？别生气了，这次来特意给你带了个稀罕物件。老实交代，白虎藤立的什么军令状？7日拿不出生铁，你真想让我爹砍你头？你都听见了，那几个老家伙明摆着在欺负你。怕什么？我要是真被砍了脑袋，不是还有你给我哭丧吗？滚！谁给你哭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各卫所是1个月的用度，那起码得2、3万斤铁。放心吧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你自己当心。行了，风大，赶紧回屋吧，我还要赶着落马坡有军务。7日后你若无恙，我请你喝最好的秋露白。老秦，盯苍狼部探子的事如何？他们混进云起阁买铁的队伍了吗？回大人，人在人群里，值班官未买1两铁。这苍狼部倒是沉得住气。哼，他们这是嫌现在的铁价还不够稳。咱们今日突然降价放货，不仅打乱了云州城里那些囤铁商贾的阵脚，也让这群苍狼人产生了观望的心思。他们以为等过几日燕雍那边有商队运铁过来，云州的铁价就会彻底崩掉，到时候他们再低价大批量采买，岂不美哉？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三公子何必绕弯，直接杀了抢银子便是。此言差矣。如今大宁与苍狼以议和，公然劫杀商人，必落人口实，苏澈定会追究。更何况苍狼人又不傻，采买数万斤生铁的巨款怎会随意带在身上？还有，他们原本准备的银两是按昔日市价筹措的。我之所以要把云州的铁价炒到天上，就是要逼他们，逼得他们银钱不够，不得不去动用苍狼部埋在大宁境内的暗线钱庄。待他们买铁出关，秦大人便以查私劫杀，既得生铁，又清暗线，武功稳立大功。哈哈哈哈！你这书生心可真黑。主公过奖。二爷，伙计们回来了。云起阁确实平价卖铁，比市价低2成。买着了吗？买到了，伙计混在铁匠里排队，一早集数买回所有铁器。看见丧礼了吗？二爷，您的意思是这云起阁跟五公子有关？云起阁定是周启的商号，丧礼连日往落马厅跑，这铁荒必是他给周启出的招。二爷，五公子早提醒过铁价要涨，如今看来没安好心。咱们从燕雍城调5万斤铁过来，怕是要中他圈套。圈套？他一个险些入不了贾府的庶子也配谈商道？就算搜遍云州，撑死也就3万斤铁，敢跟我压价，我定让他血本无归。他想坑我，我便抄他老底，继续派人去落马坡排队，有多少铁，我鼎元通吞。可二爷，如今降商小户见云起阁降价，都怕铁价下跌砸手里，正慌着抛货。照单全收。三皇子，城里商贾抛的铁全被桑家的鼎元通收了。查清楚了，
桑离与落马坡巡防营勾结，联手哄抬铁驾，贪得无厌的佞人！再等等，我不信苏灿会坐视不若。掌柜的，我等奉朝廷公文购铁备边，你一日只卖30斤，今日再拿铁渣糊弄我，我直接掀了你这铺子！嘿嘿，这位女侠实在对不住，限量是为了防备奸商。少废话！北云防军，奉周千户军令军购，需大量铁器修缮风系。你等限量不卖，莫非想囤积居金？军爷冤枉，我等已是低价售铁，只为稳住云州铁价呀！少废话，巡防营现在就要1万斤精铁，立刻开仓！你这人好不讲理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一帮刚招安的土匪，也配跟正规军抢军需？周千户的军令，你也敢挡？少拿周起来压我！二位，别伤了和气。今晚我去求主家，明日一早云起阁解除限量，卖完即止。哼！好，明日一早我带大车来拉。明日我要是见不到1万斤精铁，砸了你的招牌！三王子，不能等了！黑云寨与巡防营当街抢铁，消息一出，铁价又涨3成。明日再不动手，铁就被他们抢光了。大王给的期限只剩3天了。镇北军呢？还是没动静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是我高估了宁军，高估了苏澈。不能等了，明日一早，所有人去落马坡，务必抢下3万斤精铁。可殿下，咱们按旧价备的银票，根本不够买3万斤天价精铁。去，联络云州所有岸县，命他们今夜将房产、地契全部典当，凑不齐银两，本王子先斩了他们。是。诸位，昨日小人求了主家半宿，云气阁解除限量，铁就这些，卖完即止。今日这口油锅烧得滚烫，那帮苍狼来的探子，可还坐得住？回大人，全如三公子所料，苍狼中已封，昨夜变卖房产地契，连暗桩老底都掏尽了，所有暗线已摸清，只待大人下令收网。护士这边呢？主公，大获全胜。主公此前查抄的10万斤精铁，今日云起阁开卖，3个时辰已售出7万斤，只剩3万斤。苍狼人购了7万斤，他们没这大胃口。苍狼不只吃下3万斤，还剩5万斤，够了，足够让云州的铁价回归本位了。你这一招算是把你二叔彻底拖进泥潭里了。我这是给他一个在落马坡安享晚年的机会。仓吏人很谨慎，在云起阁共留下8万两银票，8万两，够买5000匹上等天狼战马了。铁一，末将在。3万斤精铁和数万两的货物。这是一只肥得流油的羊，他们今晚必定连夜出关。带上你的人，除了落马嘎30里外有个老窑沟，一个活口都别留。得令。二爷，卖着了，全卖着了。吃了多少15000斤精铁，云起阁彻底空了。哈哈，好，桑里这小子自以为得计，反倒把底牌抖光了。云州铁市终究是我桑家说了算。二爷。这么多精铁，咱们得赶紧运回城里的库房啊！迟则生变。运不得，15000斤精铁，城门关税就要上1000两，咱们现银短缺，哪儿有银子交关税？那运去哪儿？存马里坡，那小子建的库房宽敞免税，租金还低，把铁全放那儿。可二爷，货不在跟前，怎么出手？云起阁旁边有空铺，盘下一间，挂上鼎元通的招牌。等验用5万斤铁料一到，全拉去落马坡，咱们就在云起气阁旁开铺。他卖空了，我们接盘。那小子翻不了天，云州还轮不到他撒野。
传令，苍狼车上有帖，瓷器与绸缎。是。弓弩只射人，误毁货物，那都是我大宁百姓血汗。前面有火光，别慌。站住！天黑还赶路，运的什么？回军爷，是绸缎、茶叶和粗瓷。打开看看。车队去哪儿的？军爷，去重楼。哼，行了，走吧。站住，走。你们这车印，劳烦军爷行个方便。放行吧。过了这20里，官军便不再巡查，把奸枭放出去。主公，不妙，算漏了一步。怎么讲？这批不是普通探子，能一夜处置云州暗产，手握生杀大权，必是苍狼王族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主公命秦将军一个不留，连人也杀了，咱们就亏大了。怎么就不划算了？苍狼屠我大宁百姓，我杀他王族，天经地义。主公不怕，护士怕，杀一王族必遭苍狼报复，这是赔本买卖。反之，留他性命，让他倾家荡产回去，未填8万两亏空，他定会疯狂搜刮，再来买帖。活着的肥羊远比招灾的死尸值钱。来人，叫孟郊，快带200旌旗，即刻赶往老妖沟。得令。回来，记住，货物尽数拦下，但领头之人绝不能杀，放他走。末将明白。快，过了此沟便安全了。看准了人，放箭！有暗箭，散开！果然是硬插收工，杀下去！铁阵迎敌！击进去！巡防营用盾顶开！大宁的两脚羊也敢拦我！天狼男儿的骨头与你宁人的铁印！铁翼救皇，孟郊来也！结束了。大人军令，留他一条狗命。今日不杀我，他日定率3万铁骑踏平云州。我们走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大丰收！复命。跑了。回大人，人跑了，但被铁衣一枪刺穿肩胛，不知道能活着回白骨河。铁衣觉得憋屈，觉得放虎归山了。大人，那蛮子是个不可多得的悍将，今日不杀，日后战场相见，我军不知要折损多少弟兄。放心，下次他再来，让你亲手剁了他。报千户，云城内苍狼暗线已全数清除，生擒5人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传令，昨夜出战将士每人赏银10两。陆游，带人将车上绸缎、瓷器卸至护士库服。大人，那这3万斤精铁，精铁原车不动，吹角鸣锣，把这3万斤精铁敲锣打鼓的拉进云州城。那是啥？我的老天爷！铁全是精铁，这得有多少啊？云州铁价要变天了！烦请通报苏大帅，云州卫巡防营千户周启，奉大帅7日之期军令，
携3万精铁、天狼暗探5名前来都督府复命。啊！好小子，还真让你给办成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标下幸不辱命，今日前来交令，3万斤精铁在此，请大帅查验。5名苍狼暗探听候发落。周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帅命你筹措军需，没让你鸣锣开道。大帅明鉴，标下敲锣打鼓，正是为安定心。如今铁价疯涨，全是奸商囤货哄抬，百姓见我军铁料足，便不会不抢购。等奸商抛货，铁价自然回落。标下此举，是为云州破局，是为大帅分忧。少给本帅戴高帽！你调兵出营，截杀商队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真当本帅耳聋眼瞎？罢了，你有功，本帅心里有数，但行事张狂，无视军纪，功过相抵。这批精铁交由神书卫入库，各营2须引灵。至于暗线俘虏，交由中军镇抚严审。是大帅。你还跪在这里作甚？标下告退。慢着，你随本帅进。说吧，你手里到底还扣了多少铁？大帅，标下少跟本帅打马虎眼。你搞这么大阵仗，会心甘情愿把全部精铁拿出来分？大帅神算，标下手里确实还留了一笔，不多，5万斤。好个周启，3万斤交钞掩人耳目，5万斤私藏，你是要辞官，在落马坡开铁铺当东家？他们告你拥兵自重，私设关卡敛财，连新兵饷银都高过本帅亲卫。这些话，本帅在白虎堂为你压下，并非认同你所为，是惜你敢闯敢拼，能为边关效力。可你今日这般招摇，是嫌旁人抓的把柄还少，嫌自己不够惹眼。大帅教训的是，标下行事张扬，给大帅添麻烦了。哼，少来这套！你那点心思，本帅清楚。3万斤交钞，5万斤自留，既立功又得利，旁人没这胆子，更没这脑子。但本帅提醒你，云州想看你倒台的人不计其数，护市城是镇北军之福，办砸便是架在你脖子上的刀。大帅放心，标下知道情况。爹，您怎能如此说他？老将无能筹粮，见周启有功便心生嫉妒。苍狼压境时，他们无计可施，如今只会背后非议。您为何信他们，不信周启？放肆！这是军机重地，谁准你躲在后面偷听？滚回后宅去！我不，周启对外经商获利，缴铁补营，有何过错？放肆！军国重事，岂容你插嘴？来人，在！大帅息怒，大小姐情急失言，冲撞大帅，末将愿代为领罚。但大小姐所言不假，我经营护市，未耗国富，未扣军饷。诸位若有不服，巡防营账本任凭大帅查押。我若贪财怕死，大帅当初怎会委托我整顿巡防营？好，好得很。本帅军务在身，没空跟你们在这儿胡搅蛮缠。周启，你今日留在城里，把他给我看好了，不许他再来钱塘烦我。我爹走啦？嗯？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你今日军务可办完了？办完了。大小姐有何吩咐？上次说好的，本小姐请你喝云州最好的秋露白。走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二爷办妥了。护士的铺子拿下了。拿下了。别的商货有什么动静？都去开了新铺。好，很好。二爷，全城都在传铁荒已平，铁价要跌，我们就亏大了。怕什么？明日继续抬高铁价。云起阁已经没有铁了。回来了。听营里的弟兄说，你今日在云州城可是威风的紧。周郎，你累了。无碍，让我抱会儿。明日我要去鬼愁涧，你陪我同去。
好，正好我也想去看看秋娘他们。